人的好奇心有时候是个陷阱。有一天中午，我在一个公园里散步，边走边思考问题。这时，我突然听到一个诡异的声音，但我四处看了看，周围一个人都没有。想了想，应该是听错了。正常人谁会大中午的不去吃饭来逛公园呢？于是我继续往前走，但没走几步，我又听到了那个声音。我问他在哪儿，他说他也不知道，让我顺着声音找一找。我觉得更奇怪了，怎么会有人不知道自己在哪儿？于是我顺着声音找了半天，终于在树丛后面发现一个人，确切的说是一个东西趴在一个长椅上。我问他是不是椅子上那一坨，他说是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他的头卡在椅子里出不来了。走过去看了一下，好像真的被卡住了。问他是怎么卡住的，他说今天在附近做活动，刚才本想去椅子上坐一下，结果不知道被啥东西绊倒，直接栽进来了。我看了看地上，应该是被这个树根绊倒的，也太蠢了吧。我问他现在是什么感觉，有没有觉得呼吸困难，他说那倒没有，就是感觉想拉屎。我说你先忍一忍，我帮你转个身试试能不能出来。于是我抬起他的脚，帮他把身体旋转了90度，然后问他能不能出来，他说出不来。于是我又帮他旋转了90度，然后问他现在感觉怎样，他说现在我倒是感觉有点呼吸困难了，你赶紧把我转回去。于是我花了半天时间帮他原地旋转了360度，又回到了最开始的姿势。我说我帮你打电话求救吧，他说千万不要，否则明天他就上热搜了，会被朋友们嘲笑的。我想了想说，不然我用力弹你头上这块木板，你趁着空隙变大时应该就能离开这里。他说那你就试试吧。于是我双脚蹬地，气沉丹田，用尽全身力气向上抬，只听一声巨响，他真的离开了这里，不过是跟椅子一起离开的。我吓了一跳，赶紧跑过去关切地问他，椅子没摔坏吧？他说应该没有，但我还是出不来，不然你去找把锯帮我把头上这块板锯开。我说不行，破坏公共财物是违法的。他说没事儿，回头赔给公园一个新椅子就行。没办法，我只好按他说的去找锯。我找了半天，终于在公园外面找到一个小作坊，问老板有没有锯。老板说有，不过是电锯，也就是说我必须把椅子扛过来才行。于是我又返回了公园里，把情况跟这坨东西汇报了一下，问他能不能扛着椅子去公园外面。他说也只能这样了。于是他扛着椅子站了起来，然后跟着我一起走。走了没多久，他问我还有多远，我说快了，大概还有2公里。他当时就把椅子放下了，说也太远了吧，这玩意儿至少有100斤重。我说还是帮你打电话叫救援吧，其实也不一定能上热搜，但有可能会上电视。他说算了，那我还是走吧。又走了一会儿，他说你能不能帮我去买点水，我快渴死了。我说能是能，但你穿成这副鸟样能喝水吗？他说没问题，你帮我带个吸管就行。于是我又跑去帮他买水，但回来后我惊奇地发现椅子腿上怎么锁了一辆自行车。显然这只傻鸟也不知道自行车是哪儿来的，因为当我问他的时候，他的眼神都惊呆了。他说他刚才累得睡着了，没注意有人锁自行车。没办法，我们只好在那边喝水边等自行车的主人回来。直到这时我才明白，虽然他穿成这副鸟样，但他确实是能喝水的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他说不等了，我们继续走。我问他自行车咋办，他说扛着一起走。我说不行，咱们已经破坏公共财物了，不能再偷自行车了。他说没事儿，一会儿给他放回来不就行了吗？说完他就站了起来，然后马上又趴下了，说不行，太重了，你快帮我扛着自行车。这时我突然想到一个办法，我说你等我一下，然后跑去公园门口的超市借了辆购物车回来。他说没想到你还挺聪明的。我说那是自然。最后我花了半天时间把一堆东西放到购物车里，然后推着车往前走。没走多远，我跟他说下来吧。他说到了吗？我说没有，你把车轮子压坏了。我让他先出来，他说出不来，屁股卡在购物车里了，问我怎么办。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你们整齐的摆放在这里了。我说我再想想办法吧。他说你别想了，你的想法让我身上越来越沉重了。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有点好奇，因为这个椅子的空隙看起来很大，为什么头进去之后会出不来呢？像我这么大脑袋，没费多大力气就能钻进来，这个人会不会是假装出不来？难道他是想利用我帮他偷自行车？后来我发现我错了，所以我要提醒大家，如果在公园里看到这种长椅，千万不要把头伸进去，因为这种椅子曾经卡住过2个人呢。